郭佐回家。星期天的正午，太阳特别的火爆，玉米决定把家里的棉衣抱一抱。棉衣在衣柜里毕竟经历了梅雨季节，为了防霉，讲究的人家还是要在夏天的大太阳里出潮。玉秀又是翻箱又是倒柜，衣上挂了一天井，花花绿绿的，满天井都是樟脑丸子的味道。玉米以往倒是很喜欢樟脑的气味的，今年却有些特别，闻不来了。玉米想，看来还是害喜的缘故，所有的气味都不大对路，怪怪的。玉米坐在堂屋，把手放在自己的肚子上，心里头对自己产生了一丝怜惜，很满意了，有一种取得最后的胜利才有的感觉。看起来玉米还是笑到了最后了。底下的事情就是如何开动郭家兴，如何安置玉秀了。玉米整个下午都坐在郭家兴的藤椅子上，似睡非睡，一边摇着芭蕉扇，一边眯着眼，含含糊糊地打量一天井的衣裳。玉米后来闭上了眼睛，扇子也掉在了地砖上。玉秀连忙走上来替玉米扇了一会儿风。玉米小睡了几分钟，又醒了，想日子不算好，也算是眉清目秀了，那就安安静静的怀孕吧，闲着也是闲着。玉秀不停地来到烈日底下，阳光晃晃的，又猛烈又刺眼。玉秀眯起眼睛，这里翻一下，那里翻一下，动作相当的快。人站在衣服堆里，是那种很厚实的热。玉秀能感觉到樟脑的气味蓬勃的劲头，在太阳下面热烘烘的，一个劲的弥漫。玉秀用力地嗅着樟脑的气味，有一种说不出的好心情。玉秀的好心情其实也不完全因为樟脑的气味，说到底还是因为别的。这么些年来，玉秀一直和玉米较着劲，可是给玉米跪下去之后，玉秀真的服帖了，踏实了，成了别样的快乐，别样的幸福。服帖其实也是有瘾的，服帖惯了会很甘心，很情愿，滋味越来越好。当然，郭巧巧不在家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。郭巧巧不回来，家里头终归是要简单一些。玉秀想，郭巧巧一时半会儿怕是回不来了，就她那脾气，不等到下乡插队的事情闹过去，怕是不会回来的。就算是回来了，离她到纺织厂的日子也不远了。这么一想，玉秀感觉到往后的日子又有了盼头，嘴里都哼起曲子来了，是电影里的插曲，还有淮剧好听的唱腔。下午的3点多钟，天井的大门突然响了，大门原来是开着的。玉米关照玉秀，这么多的衣裳，这么高级的料子，又是腐绸，又是卡机，又是平绒，还有这么多的毛线，让机关里的人看见了不妥当，还是关上门拴起来，闷声发大财的好。天井里的衣裳虽说都是郭家兴的前妻留下来的，现在自然是玉米的了，这个是该派的。就算玉米不穿它们，但是带到王家庄，尺寸改一改，姊妹几个一人一身新，终究是个去处。穿在姊妹们的身上露脸面的，当然还是玉米。他们想的毕竟还是玉米的福。天井的门响了，玉秀走上去拉开门栓，门口却站着一个陌生的小伙子。台阶上还放了一只人造革皮包，上面印有花体的上海字样。小伙子很帅，有一种很有文化的气派，衬衫束在裤带的里头，口袋里头还有一支笔，衣冠齐整的，在炎热的太阳底下有一种难得的抖擞。玉秀仔细看了半天，小伙子也对着玉秀仔细看了半天。玉秀突然叫道：“大姐，是郭佐回来了。”玉秀帮郭佐拎回皮包，
一个高高大大的小伙子已经来到屋檐底下，站在玉米的对面了。玉米望着郭嘉兴的大儿子，一时不知道如何开口，哎呀了一声，跨下来一步，又哎呀了一声。郭佐笑着说：“你是玉米吧？”郭佐的年纪看上去和玉米差不多，玉米一时有点难为情，却没想到郭佐这样大方，立即拿起芭蕉扇替郭佐扇了几下。这时候玉秀已经把洗脸盆端过来了，玉米连忙从水里捞起毛巾，拧成把子，对郭佐说：“擦擦汗，快擦擦汗。”郭佐直接喊玉米玉米，玉米对这样的称呼相当满意了。他这样称呼玉米，反而避开了许多尴尬，有了别样的亲和力，好相处了。郭佐看上去还是要比玉米大上1-2岁，名分上是母子，毕竟还是同辈。玉米喜欢，玉米当即便对郭佐产生了良好的印象。玉米想，男的到底是男的，比较起来，薄巧巧这丫头嘎咕是个不识好歹的货，郭佐这样多好呢。郭佐擦完了，人更清爽了。郭佐坐到父亲的藤椅里头，拿起父亲的烟，点上一根，很深的吸了一口。天井里都是衣裳，花花绿绿的。玉米吩咐玉秀赶紧收拾衣裳，自己却走进厨房了。玉米要亲手为郭佐下一碗清汤面，再怎么说自己是做母亲的，还是要有点母亲的样子。玉秀为郭佐泡好茶，郭佐已经坐在藤椅里头静静地看书了，是砖头一样厚的书。玉秀今天的心情本来不错，这会儿愈加特别的好，一下子回到了狐狸精的光景。狐狸精的感觉真好，已经很久没有这样了。这样的心情虽说有点说不上来路，可高兴是千真万确的，瞒不住自己。玉秀的嘴上不唱了，心里头却在唱，不只是淮剧的唱腔，还带上锣鼓，怎么说人逢喜事精神爽的呢？他在忙进忙出的过程中，每一次都要瞥一眼郭佐，有意无意的瞥上那么一眼，这是情不自禁的，都有点看不住自己了。郭佐显然注意到玉秀了，抬起头来看了一眼玉秀。玉秀正站在大太阳底下，这时候已经戴上了一顶草帽，宽宽的帽檐上有毛主席的题字：广阔天地，大有作为。郭佐和玉秀对视的时候，玉秀突然冲着郭佐笑起来了，没有一点由头，只是抽象的高兴与热情，特别的空洞，却又特别的由衷，像是从心窝子里头直接流淌出来的。这时候太阳刚好偏西，照亮了玉秀嘴里的牙，都熠熠生光了，一闪一闪的。郭佐想，这个家真的是面目全非了，一点都不像自己的家了，呈现出欣欣向荣的生气。母亲去世的时候，郭佐原本应当回来一次的，顺便把这些年积余下来的公休假一起休了。然而郭嘉兴忙得很，母亲去世的第2天，他就把尸体送进了焚尸炉，回过头来给郭佐去了一封信，相当长，都是极其严肃的哲学问题。郭嘉兴着重阐述了彻底的唯物主义，生与死的辩证法，很有理论质量了。郭佐就没有回来。郭佐这一次回来倒不是因为休假，而是工伤。纠察队训练的时候，脑袋被撞成了脑震荡，只能回来了。傍晚时分，郭嘉兴下班了，父子2个对视了一下，点了一个头。郭嘉兴问了1-2句什么，郭佐回答了1-2句什么，然后什么都不说了。玉秀想，这个家的人真是有意思的很，明明是一家子，却都是同志般的关系，就连打招呼也匆忙得很，一副抓革命促生产的样子。这样的父子真是少有。